为了抓到可心的娃娃，我女朋友和5星酒店门口的抓娃娃机死磕上了。她黏糊糊的手攥住我胳膊，我那点拖住她夜不归寝的歪心思早就吓没了。她抓着一个浑身鲜红、湿漉漉的孙悟空玩偶，这娃娃机太邪性了。娃娃机里还有猪八戒、唐僧、沙和尚，有哪吒、托塔李天王，有东海龙王、太白金星，最底下还有阎王爷，最上面有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。抓控的孙悟空旁边还剩一尊观音菩萨，我浑身发抖，差点抖出尿。这哪是啥娃娃，全都是神像啊！我爸准是疯了，天天在家里供个孙悟空，那分明就是娃娃机里那种毛绒玩偶，可他坚称那是斗战胜佛。我爸还念念有词，斗战胜佛，齐天大圣，斩妖除魔，恶念皆终。斗战胜佛是正义之化身，斗战胜佛是善良之金刚，斗战胜佛必定护佑万千见义勇为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想到这些我就来气。我小时候老家纺织厂起了大火，我家就住在厂区，我爸本来都拽着我妈扛着我逃出火海了，我妈又拉着我爸一起回去救人，结果我爸深度烧伤，真皮层难愈性创面，终身不愈合，需要每天擦药。我妈再也没回来。打那以后，我爸就在从厂里办了病退。我爸的烧伤每天都离不开我帮忙上药。后来我上了大学，我爸也跟到了我上学的城市，让我继续当他的保安。我爸总神神叨叨地说，纺织厂大火那天，斗战胜佛附了他的身，斗战胜佛给他派了特别重要的大事。转眼我大学马上毕业了，我爸兴奋地跟我说，斗战胜佛的大事如今就要大功告成了。我学的建筑设计，投递了上百份简历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建筑事务所实习。没几天，事务所倒闭了。整个6月，我天天和同学吃散伙饭。刚到7月，我爸就又打电话又发信息，天天轰炸提醒我，这几天是齐天大圣的大事的关键时刻，绝对不能出门，尤其是今年的猴月猴日猴时。7月7日下午5点，我爸还把他的孙悟空玩偶请到我寝室，他嘱咐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给孙悟空磕几个响头，万一实在需要出门，他要我把斗战胜佛随身佩戴在心口。我直接就把玩偶扔一边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7月7日，我当然要出门，吵了好几周的女朋友答应我7月7日一起吃饭。我手指头都刷秃噜皮了，抢到了一张超豪华的毕业季团购券，闹市区最高调、最网红的5星级酒店自助餐。这家自助餐原价4位数一位，双人餐团购价只要699元。网上都说这家自助是真正的成功人士消费的地方。团购券稍微有点特别，不是凭借付费的手机号码，而是要填入身份证号才能验证。团购要求用餐当天需用身份证复验。我看着团购券上的5星酒店的图片，又想到自己和女朋友都带着身份证，我那想开房的小坏心思还有点歪歪乱跳。我试探着发信息提醒女朋友带上身份证，她秒回我一个竖起中指的 emoji， 后面还跟着个不可以色色的表情图片，气氛似乎很融洽。我扒拉着我俩持续争吵的聊天记录，长叹一口气。他总说物质的虚荣都是浮云，端正做好人做好事一定有好报。可是毕业之后建筑事务所的工作都找不到了，我总不能带他喝西北风。我还是觉得每个建筑系的男生都不配有女朋友。7月7日当天，我俩准时到了酒店大堂。无比奢华典雅的酒店门口，突兀地摆放着一台很老旧的娃娃机，娃娃机里放着些《西游记》里的角色玩偶。我没仔细看，好像娃娃机里的孙悟空玩偶和我爸天天供奉的是同款。他手里攥着身份证，还特意翻我手机，仔细看了团购要求，还真是需要验证身份证号。我以为你骗我带身份证要干坏事呢。我听着他的语气，心里虚得不行。我把寝室翻了个底朝天，怎么都找不着自己的身份证。虽说优惠券上写着凭身份证入场，但我寻思着团购券就是酒店促销，我都消费了，亮出团购券也能蒙混过关吧。我四处打量着酒店大堂，故作镇定，掩饰紧张。这酒店的装潢炫目斑斓，有7色的光芒从穹顶射入，墙壁与穹顶融为一体，鎏金与灰银线条流畅交织，刺眼的光芒聚焦在一块紫檀石牌。主标题：极乐世界之炭烧，副标题：齐天之宴，仙人之肉。我身后进入酒店的顾客单看衣着，并不能分辨出是不是那些我向往的法国大牌，但他的有钱有势溢于言表，因为他牵着5条人，5条如恶狗一般的随从。随从们用那种看向主子的眼神，极力踩碎自己的全部自尊，谄媚起主子的高贵。主子随意挥手，酒店的大堂经理娴熟地拿出打火机为他点烟。主子朝我这一瞥，一声咳嗽。酒店的大堂经理献上纸巾，速度稍慢，一口浓痰已经朝大堂经理的眼眶吐来。经理揉揉粘稠的眼皮，拼命微笑提醒，那边是自助餐区，这边 VIP 通道在这边。我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少钱，但他的钱足以买断那几条人的人格。经理看向我，
又看向酒店的迎宾员，眼睛从粘稠谄媚秒切成轻蔑。旁边的迎宾员麻利地检查了我的团购券，将我引导向直通宴会厅的大扶梯。我拉着女朋友，自卑沮丧。我心里清楚，有的时候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动物大。上位者，他们根本不把下位者当人看。向上的扶梯一侧是有着精致镶边的一组画卷，9幅画卷展示的是烹饪某种动物的过程，但标题叫做地狱9象图。第1幅生前像，鲜活地挥动着的前腿，照片没照到蹄子，所以不知是何种动物。第2幅心死像，被开水烫过，腿毛褪尽后光滑的腿肉。第3幅防胀像，腿肉上被调料腌制后凝结的油脂。第4幅血图像，被腌制的腿肉渗出血液。第5幅防乱像，脂肪、血肉、表皮融为一体，变得软糯又有弹性。第6幅青淤像，被腌制的入味、泛着诱人青光的前腿，或者应该称之为某种动物的肘子。第7幅弹石像，刀叉切割，直接生食，这似乎是道生腌牛腿。第8幅骨连像，腿肉已被吃光，由于腌制的足够筋道，骨上的筋腱晶莹剔透。第9幅骨散像，筋腱也被吃光，彻底化作白骨。第10幅成灰像，食物吃净，残骨清理，整个腿骨的肢端显露出来。那腿骨既不是其蹄类的牛羊骨，也不是偶蹄类的猪骨，那肢端是5根指头分明的手骨，拇指极短的指骨，粗壮的骨节，又显然不是人类的，那应该是某种灵长类的手。大扶梯即将升入宴会厅，我的心跳在加速，腿肚子本能的转筋，想溜走。但是我感受到了我女朋友抓紧我的手，她也害怕，她的害怕莫名撩起我的欲念和自大。我有些得意，自以为带着她一起长见识了。在大扶梯的末端，宴会厅前是一尊无法看全、无比巨大的莲花台。我不由自主进，努力仰头向上望去。莲花台上端坐的巨大观音菩萨像几乎顶破宴会厅穹顶。没等我低头看路，前胸被凶狠地推搡了一下。宴会厅入口处，保安们在安检查身份证。在保安的身影里，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爸。为了躲我爸，我拉着女友故意慢走。往宴会厅的人流被保安截住，越聚越多。在巨大的观音像下，乱哄哄的人群焦躁抱怨，像无数叮咬腐肉的果蝇。我看着观音像正愣神，女友说了个诡异的梗，我才发现观音菩萨穿的白纱可以当婚纱。旁边排队人群里，几个戴着手串的老人向我投来因为被冒犯而愤怒的目光。我急忙捂住他的嘴。他声音越发尖利，小声继续看，观音菩萨还化了新娘妆，真想穿着观音菩萨的婚纱结婚。我吃力地仰头看向巨大观音像的面容，塑像画着艳丽的泰式浓妆，异常压抑妖邪。塑像周边还有一圈七彩光晕。宴会厅的天窗是特殊的巨大透镜，阳光透过，折射出菩萨背后的七彩光晕。巨大透镜也聚焦光能，大厅异常的闷热。排队的人群越发不耐烦。一个孩子窜出大人的掌控，孩子想从保安和巨大菩萨像间绕过，直接溜进自助餐区。我爸手疾眼快，一把逮住孩子，揪着后脖梗子拎起。孩子哭闹，家长寻来，引起小小骚乱。趁着这个机会，我拉着女友从观音像的另一侧紧贴着宴会厅的玻璃墙往里绕。我爸和其他保安拉起警戒线，一起将人群狠狠地驱离观音像附近。女友也用力拦住我。然而此时此刻已来不及，观音像捧着的玉净瓶开始喷溅出蒸腾的热气，滚烫滚烫的热水从观音像的七孔流出。远远望去，观音周边飞升出万道霞光彩虹。近处的保安们大声喊着注意危险，站到警戒线以外。远处从酒店大堂、大扶梯源源不断而来的人群却继续向观音像旁汇聚。我躲着保安的视线，已经绕至观音像近前，触摸观音像的材质，我明白了观音像格外诡异的原因。无论轻柔的白纱还是玉净瓶、柳枝，都是纸做的。整个几层楼高的塑像其实是超尺度的纸扎，隆隆巨响，塑像沾水即化，霞光之中轰然坍塌。我被热气蒸灼得不轻，好在女朋友及时拉住，我没有烫伤。坍塌后的翻腾水雾里，棚顶激光投射出齐天之焰、仙人之肉8个大字。近处的人群躲避热浪，四散逃离；远处的人群拍手叫好，往里汇聚。我在最近处，下意识地和其他保安一起组织人墙，把人群往外推。我女朋友也奋力地呼喊：“有没有人受伤？”我心里突然想起当年在火场救人的父母，我一直觉得他俩当时不顾自己的危险，重新冲进火场，不够自私，对自己和家人不负责任。没想到危难来临，帮助别人是本能。我压抑住做好事的本能，想拉着女朋友赶紧离开这邪门的酒店。突然，我听见坍塌的尸纸堆里传来小孩撕心裂肺的嚎叫声。我瞅见不远处一个小幼儿似的身体在奋力地挣扎。原本热气腾腾的宴会厅飘来一股清蒸肘子的香味儿，难以自控，
我淌口水了。这是自助餐区的食物传来的香气吗？我不敢多想，试探性地接触纸堆，手指烫出血泡。我脱下外套，卷在手上，继续翻开纸堆救人。压在纸菩萨下面的那个小小的人形，又咕噜噜往远处窜走了。我吃力翻开纸堆，地面上留下几块烫掉的死皮，死皮上还连带几撮短小卷曲的白毛。那个人形哇呀呀刺耳尖笑。保安和近处的人群也及时加入救援。很快，整滩纸泥都被清理干净。那人形驱避人群，攀援蹿跳，飞速迅捷，超过了我眼睛捕捉的极限。人形一定不是孩子。这时候，从那垮塌的纸观音身后走出来一大排衣着仙人呢长的迎宾礼仪。远处的人群看不见刚才的显象，众人爆发掌声、喝彩，赞叹盛大的欢迎仪式。我站得靠前，看得清楚，迎宾礼仪们穿的都是纸扎的衣服，他们的脸上没有五官，贴着白纸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肩膀被狠狠扣住了，恐惧的电流传遍全身，我吓得一激灵，玩命挣脱。转头看去，身后是我爸，杀千刀的混蛋！我千叮咛万嘱咐你，今天不要出门。我爸紧盯着我胸口，焦急地问道：斗战胜佛呢？斗战胜佛你也没带上吗？我赶紧把女朋友护在身后，我怕我爸癫狂的模样把他吓坏。我刚要开口给他们互相介绍，我爸继续说道：我就知道，快毕业了，你小子还想浑水摸鱼，来酒店干坏事。你身份证都被我收走了，没成想你还是来了这个阴间地方。你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？还出来害人。我想着该怎么跟我女朋友解释，我爸他虽然性格凶，但人很善良。就在这时，我爸已经抽出防暴棍，朝我们这边抡过来。拥挤的人群最前面，那个被有钱人啐了满眼皮黏痰的大堂经理给保安们使了个眼色。保安们不再检查身份证，因为穹顶天窗聚焦折射热量，原本就燥热难忍的大堂里的人群彻底失控，人潮瞬间涌进自助餐区。我爸也被卷入人流之中，他还在高声呼喊必须检查证件。眼看着纸观音的坍塌，看着眼前发狂的我爸，我可没自信有命吃上这顿自助。逆着人流，我拉着女朋友，只想尽快离开这家酒店。我们折返到扶梯口，这里没有向下的扶梯。我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水，大学5年积累的建筑学知识突然在脑海中攻击我。任何150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至少有2部相隔30米以内的向下疏散楼梯，这是强制执行的建筑防火规范。画了这么多年图纸，我的眼睛就是尺。以宴会厅为原点，我推算出远处转角肯定设计有疏散楼梯间。转角远离宴会厅入口，人群越来越稀疏。一阵刺骨的阴凉从转角吹来，将大厅里的燥热一扫而空。果然，这里有一段楼梯，一路向下，却没有出口。楼梯间里有很多小脚印、小手印。往里走，气味越来越腥，透着股肉类的鲜美。楼梯间的声控灯有故障，我脚步声所及，反而熄灭。还没走到下一层，整个楼梯间漆黑一片。这难不倒学建筑学的我，按照设计规范，楼梯踏步最多就是18阶。下楼的时候，我小心数一下阶数就行。我拉着女朋友一步一步地数着：18阶、19阶、20阶、21阶、22阶。楼梯怎么走都走不完，楼梯扶手触感越来越软，像是人的皮肤。我还能摸到扶手上一根一根跳动的青筋。越往下，扶手的皮肤质感越粗糙，越皴裂。我不再数台阶数，失控地向下快步跑。继续向下，台阶都消失了，周围什么也看不见，空气湿冷浑浊，整个四壁都在一跳一跳的痉挛。我们像是钻进了什么活物的食道里。这时候，整个食道猛烈地吞咽起来。啊！我女朋友尖叫一声，脚崴倒地。我回头摸去，拽起女朋友的手，她顺势搂住我的脖子。她极其轻快，直接跳到我背上，就像没有重量。这时，突然有什么东西在拉扯我的脚踝，我惊恐地乱踢一阵，继续加快脚步向下冲。食道的吞咽更加剧烈，四壁蠕动、收缩、挤压。就在被压扁窒息的极限，我们被咽进了一个无比宽敞的空间。我再次看到光，我看到周围都是各种动物的尸骨、残骸。这里是一个巨大的由血肉构成的原始祭坛，祭坛内呈圆形摆放着很多个骨头拼成的笼子，每个笼子里都锁着身形幼小的人形，都传出幽咽的哭声，还有咿呀学语般的求救声。我小心地仔细观看，这些人形没有脚，四肢都是手，他们都浑身无毛，皮肤和人类很像，前嘴突出，獠牙很大，他们的眼神很有灵性，瞳孔里透出无尽的衰老与绝望。我突然联想起以前手机刷到的辨认水猴子的网络热门视频，我明白了，猿类，这些都是无比衰老的猿类，掉光了毛的老猿猴。我把猿猴误认为小孩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这些猿猴都穿着衣服，仔细近看，那些衣服色彩鲜艳，造型都是仙人的古装，都是纸扎。我听见的咿呀学语般的求救声，
更像是猿类历经无数岁月进化出来的语言，模仿人类的某种语言。突然，我想起了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刷到的知识点，这个所谓的祭祀仪式的原型就是吞食，把祭品按照一定的顺序摆放，并且有仪式感的吃掉。这些祭品的笼子摆放的顺序，很像是楼上自助餐盘摆放的顺序。那些猿类咿呀学语的声音，模仿的是一个人类的短句，他们在说：“来吃我呀，来吃我呀。”我回过头，想把女朋友从背上放下。随着我转身，女朋友灵巧地躲在我视线的死角。我双手向后背摸，只摸到一团斑秃的毛发。我立马撒手，我感到后背起了好几层鸡皮疙瘩，死死按住那畜生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楼梯间那边传来我爸的喊声，话音和防爆棍同时向我这边飞来。别撒手，我打死你们！让一切重开！我向后躲闪，膝盖磕在一旁关着老袁的笼子上，脚脖子被毛茸茸的五指死死攥住。我失衡跌倒，防爆棍已经飞至。嗷！一声惨叫，我背后的东西恰被击中，那东西速度极快，斜着向祭坛的中心窜去。没等我爬起，四周笼子里的老袁已经身体变形，肢体极力伸展，腐烂的肌肉骨骼不停断裂掉渣，正往我嘴里塞过来。我胃里痉挛，不停从嘴角泛出酸水。眼看着一只酥烂胶黏的圆脚趾头已经伸到我嘴边，我爸及时赶到，他狠狠一脚将四处伸出的不少原枝踢断，脚面顺势而下，踩在我脸上。那根猿猴的脚趾直接被踩进我嘴里。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好吃，是现炸的吮指原味鸡的味道。咽喉竟然不由自主地想要下咽。随后理智战胜本能，我两眼一黑，翻江倒海的把一周的早中晚饭都吐了出来。待我复杂的胃部重新平静，我爸已经反扭我的双臂，将我跪按在整个祭坛中心。祭坛的中心供奉着一台酒店门口同款的娃娃机，娃娃机里供奉着我爸同款的孙悟空玩偶。我爸明显情绪失控，颤抖着按住我，不停地给娃娃机磕头。他嘴里嘟嘟囔囔的念咒，当年生死簿上姓名勾，留在世上恶鬼66666，如今斗战胜佛请显灵，魍魉魑魅一天收。眼前的娃娃机颜色明快，与周边惊悚血腥的祭坛极其违和。强光打断我的观察，我爸抽出保安茶叶的强光战术手电筒，猛照我的双眼。我紧闭眼皮，强光轻易穿透。我爸祈求的孙悟空毫无回应。我爸身体本就不好，拼尽力气制服我这么久，虚脱瘫软的倒在我身旁了。我吃力的爬起，拼命揉走满眼的金星，抠了抠喉咙，我嘴里咳出几根喉毛。我刚要去扶起我爸，他手里的防爆棍又向我抡来了。算了，斗战胜佛还没回应，我不能留你了。下轮重开。我爸的防爆棍终于狠狠地命中我的脚踝，条件反射的愤怒驱使我本能的回踢。我大口喘气，控制住自己的脚，我不能还手，我怕真给他踢坏了。我爸在旁边吃力地站起来，我俩的对峙被祭坛四周的老猿们打断了。一个飞掠的人形正在迅速地逐个打开关着老猿的笼子。我爸停下了对我的攻击，神智恢复了几分。来不及重开了吗？那就还是要救人。我爸朝着人形的方向追去，一路不停把腐烂的老猿关回笼子。我的双眼已经逐渐从战术手电的强光刺激里恢复，我看到了误入祭坛的楼梯间。我女朋友是不是被困在楼梯间了？想到这里，我头皮发紧，脑门发凉。眼睛被我爸的手电筒照过之后，楼梯间里食道般的恶心幻象消失了。我清楚地看见了楼梯缓台疏散照明的绿灯，层层反锁的出口。我看清了在我下楼时候绊倒我的东西，楼梯缓台上堆满了纸扎做的仙女。我猜这些纸扎仙女应该是齐天之宴仙人之肉的道具。我无意间踩扁几具纸扎，继续寻找女朋友。纸扎堆里一个仙女轻声呼救，我心中感到庆幸，刚才一定是下楼的时候女朋友被楼梯绊倒，好在她倒进了这堆纸扎里，应该没有受伤。女朋友被我从一堆纸扎的动物祭品里拉了起来，我看见她的背后还有一个鞋印。我轻拍她后背，她醒了，模模糊糊的，她递给我一个孙悟空玩偶，齐天大圣一定能保护你。听见我女朋友和我爸同款的台词，我还是对孙悟空有了少许敬畏。我接过孙悟空玩偶，认真地揣进裤兜里。我女朋友又把孙悟空玩偶掏出来，认真地整理好，挂在了我脖子上。我拉起她，继续往楼梯间外逃。眼前我可以清晰地看见楼梯间的出口了，只是楼梯间的出口没有通往酒店大厅。我们折返回了自助餐宴会厅。我们眼前又是一黑，宴会厅里普通照明熄灭，聚光灯下，那个被 VIP 吐了一眼睛黏痰的大堂经理正在盛装宣讲：各位贵客，你们是否有这样的误解？明火烧烤很粗鄙，最高贵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烹饪。商朝的贵族，
他们吃掉自己的奴隶，吃掉敌人，他们甚至吃掉子嗣来表达自己的强大、尊贵。进食带来的欢愉，其本质就是征服。现代社会，吃人当然不行，但是我们有10000种方法完全吃掉下等人的灵魂。我们轻松让大学生变成行尸走肉，唯唯诺诺，按部就班，逢迎恭顺，毫无自我。总之，你若能吃掉他人的灵魂，你就是他们的先人。极乐之宴开席，表象看，自助餐的菜品无比精致华美，我的眼睛却能不自主地放出金光。表象之下还有真相，精致的餐具里盛放的不是真正的食材，那些明明是楼梯间里的同款纸扎。这些纸扎的山珍海味、鲍鱼龙虾里还扭动蹦跳着鲜活的肉块，那些肉块上面毫无血色，腐烂皴裂，还点缀着几缕卷曲白毛。一碗纸扎鱼翅汤高汤里有一只连着眼皮眼眶的完整眼睛，眼睛沾连的血管还在流出浓黑的腐血，融入高汤。那只眼睛看见了我目中的金光，眼睛冲着我诡异地眯缝着。我认得这种眼睛，这是地下祭坛里老猿们的眼睛。在炙烤区还有整块的老猿躯干，还有抓住我脚踝好几次的老猿毛茸茸的四肢。那些猿猴的肉块腐烂的欢脱，不断地冒出暗绿的气泡。我从每道菜品中都能听见窸窸窣窣的兴奋低语：来吃我呀，来吃我呀，哈哈哈哈！我拼命阻拦身边的食客，大部分人都狼吞虎咽。老猿们的肉块蹦跳着 Q 弹地被吞入食客们腹中。我眼中的金光更亮了，我揉了揉眼圈，手指上似乎沾染了金粉。宴会厅里的食客几乎疯狂了，各类食物很快被撕咬一空。食客们开始互相啃噬，他们的脖领、袖口或者裙边先是生出老猿的苍白长毛，长毛见风枯萎，化作满身的纸屑。渐渐的，整个宴会厅被污浊的纸屑铺满。我绝望崩溃，我想拉着女朋友直接跑路。回头一看，我女朋友也在啃食着一只梗啾啾的圆耳朵。她流着泪，絮絮叨叨地嘀咕：咱们永远在一起就好，一起就好，变成什么都无所谓。我情急，扯住女朋友嘴边的圆耳，女朋友的下巴直接被一起撕掉，女朋友整个人也都是纸扎的了。年坛大堂经理半截子纸身子已经瘫在地上，他还在大声高呼：极乐之宴，自由烧烤狂欢开始。年坛经理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打火机，他点燃了自己，顷刻猛火迅速蔓延，幽静的 VIP 区也被这场崩坏波及。那大堂里出现过的主子牵来的5条人走过来狂吠，我目中金光闪动，我看见他们胃里也有癫狂发酵的老猿肉块。他们刚想开口呵斥，猛火已经引燃了他们，他们嘴里不断呕出纸屑，四肢塌陷，成了5条蠕动的火虫。VIP 区里的主子不耐烦了，自己出来。主子傲慢的目空一切的神态被惊恐完全替换。做人的时候唯唯诺诺的5条火虫，此时早已怒火中烧。他们汇聚起来，把自己的纸身体与主子融为一体。他们把主子的身体撕裂成5份，每条火虫或是粘着主子哭嚎的头颅，或是粘着主子挣扎的腿脚。他们一起被烈火烧灼，灰飞烟灭。自助餐厅已成炼狱，一个身影从炼狱之外冲进来了。那是我爸，他跌跌撞撞走向我，他吃力地讲解他对酒店的了解。这家酒店原本有很先进的烟感喷淋系统的，狗日的违规装修，消防系统怕是都给砸了。我朝楼下看去，果然是狗日的酒店。楼里消防系统看不见了，楼下停车场也没有按照消防规范管理，消防疏散通道上全是违停车辆，超高层防火扑救面被占用了。我用建筑学知识向我爸解释：爸，你快下楼，去组织疏散，去报火警。我判断，即便是违规装修，也很难破坏这种超高层酒店的消防系统。这样的建筑物，消防系统是非常专业复杂的。酒店的大火，只要有专业的消防队就可以解决。楼外的消防通道被堵塞，才是真正的威胁。我爸听从我的安排，踏着已经在大火中停转的大扶梯下楼去了。我急需解决的是激发烟感喷淋系统。我脑子突然出现了那尊纸菩萨和菩萨周边的七彩霞光。霞光，那是天窗的凸透镜的折射。我猜，烟感喷淋系统是被从视觉上隐藏起来了。古怪的天窗凹透镜之上就是烟感喷淋系统。光线折射了视线，我刚好看不见烟感喷淋系统。烟感喷淋系统会不会发挥作用？我也只能赌上建筑学知识，就此一搏。我把更大量的各类已经燃烧的餐具、食物堆放在大厅，烟气、热量、烈焰、聚焦的阳光，疯狂撕咬投入火中的食客，还有那个癫狂的继续宣讲的大堂经理，一切围绕着这团巨大的篝火，形成巨大的漩涡。我爸和女朋友也被这火之漩涡困住，出不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天窗炸裂了，
我感谢所有教过我建筑学知识的老师们的8辈祖宗。我赌对了。巨大的水幕倾泻而下，被挡在凸透镜天窗后面的是强力灭火装置，自动红外感应消防高压水炮。高压水炮一炮就把大堂经理打翻在地，巨大的火焰旋即被打出一个缺口。我紧紧牵着女朋友的手，跟着我爸抓住机会，迅速冲到楼梯。我嘱咐我爸马上跑出大堂，组织交通疏散，给消防车辆清理道路。我准备独自一人返回火场，引导其他食客们疏散。我松开女朋友的手，我本想劝她赶紧逃离火场，女朋友的手直接掉在地上。我疏忽了，我女朋友已经全身变成了纸扎。刚刚高压水炮溅射，我女朋友湿透了。在高压水炮中突围时，我把女朋友的手拉断。现在她还浑身瘫软，瘫在宴会厅中心。餐厅里的食客大多数被高压水炮打成了纸泥。我奋力地捧起已经变成纸泥的女朋友，她的神情是令我迷惑的温柔，她正在渗透进我的皮肤，我也在变成一堆纸扎。我努力保持意识清醒，理智分析，眼前的一切最大可能就是幻觉。酒店宴会厅有金光闪亮的装饰墙，折射彩虹的天窗，这些违规材料在高温烈火中化合成了剧毒的有害气体。我一定是中毒了。我听见消防车的鸣笛声越来越近，我越来越困。我在心中默默坚持，只要保持意识清醒，我就能得救。这时，无比巨大的猿猴啼叫声几乎把全身纸扎的我震碎。我身边升起了巨大的纸山，大堂经理站在纸山之上，裹挟着无数湿软的纸人，化作巨大的纸扎猿猴。纸扎巨猿的巨大脚掌向我这边踩踏过来，我已经摊成一堆，动弹不了。眼前气喘吁吁折返回来的我爸飞身撞在纸扎巨猿脚趾上，他的半个身子也变成了纸扎，直接被融进了纸扎巨猿的脚趾缝里。我爸能动的半边脸口齿不清地念叨着斗战胜佛，齐天大圣，降妖除魔，干干净净，魑魅魍魉，要你老命。纸扎巨猿重新抬起脚掌，我的头上笼罩着巨大的脚影。我爸哭了，他还在大声地祈祷斗战胜佛，齐天大圣，斗战胜佛，天地显灵。我看着自己脖子上挂着的孙悟空玩偶，我好像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我爸和我妈当年在火场里救人的原因。我爸想阻止至亲至爱被烧死，他没有神仙力量，他只能以人肉硬扛。他在此时此刻彼时彼刻都很憋屈吧。他想化身齐天大圣，他想护我妈一生平安，他想护我一生平安，他想护纺织厂的每个工友一生平安。但现实世界里，他只是一个退休保安。纸扎巨猿的巨脚落下，我爸和我被一点点踩扁，我们从一滩纸泥压成一张纸片，然后纸扎巨猿的脚又吃力地抬起来了。我脖子上的孙悟空玩偶正戳在纸扎巨猿的脚心，孙悟空玩偶发生了猛烈的变化，法天象地，撑倒巨猿。我重新恢复了人身，赞叹脱口而出：我了个斗！斗战胜佛显灵了！金身无瑕，身着僧袍的斗战胜佛紧挥了一棍，金箍棒下，纸扎巨猿被打得粉碎。巨猿之中只留下一个浑身被烫掉不少皮肤的老猴子，悠悠哀嚎：通灵石猴，吾等尊如美猴王，逍遥自在，转眼百年。本当身死，受命终老。汝学得本领，打进地狱，勾销生死簿。汝可曾还记得花果山的众猢狲？老猴子又将《西游记》里的情节复述给斗战胜佛。孙悟空瞅旁边还有本簿子，上前拿起来亲自瞅瞅，一直翻到魂字第1350号，才找着孙悟空名，上面写着：孙悟空，天产石猴，该寿342岁，善终。孙悟空愣了一下，俺也不记得在这世上活了几年，暂且就把俺名画了吧。拿笔过来。判官慌忙拿笔，蘸饱了浓墨地上。孙悟空拿起簿子，一通把猴类名下有姓名的全给抹去了，随后把簿子一摔，了账。了账，今后俺老孙可不归你们管了。又一路挥棒打出幽冥界。老猴子哭泣哀诉，当年被孙悟空抹去姓名的花果山群猴们，生命意识虽然不死，身体血肉依旧腐烂。孙悟空历经西游，金身成佛，花果山的猴群们却衰老得无法动弹，被其他生物吞食分解，历经粉身碎骨，意识依然存在。千百年来，猴群所遭受的痛苦，用千刀万剐、挫骨扬灰都难以形容。猴群的怨念越发强烈，终于堕为妖魔，可以夺舍控制、吞噬他们的生物。猴群受尽痛苦的时候，孙悟空置若罔闻。猴群为害作恶，孙悟空旋即附身到人类身上，逐一将猴群追捕、擒拿。我爸就是孙悟空的附身，他捉拿的是最后一只，也是最为狡猾的赤尻马猴。逃亡千年的赤尻马猴也酝酿着翻盘的计谋。赤尻马猴先附身5星酒店决策层，凑齐了666个生辰对孙悟空最克制的时刻。赤尻马猴计划最后附身在我身上，潜入祭坛放走群猴。我没有听从我爸的劝告，我不相信孙悟空的存在。赤尻马猴早在我堕入祭坛的时候
就已经附身成功。好在孙悟空以斗战胜佛的金身亲临世间，赤尻马猴终究不堪一击。陈述完前因后果，老猴子重新咆哮起来：“好个通灵石猴！吾等有难，汝作孙悟空；吾等受苦，汝作斗战胜佛。汝超脱彼岸，悟空成佛，缘何能够亲身镇压吾等？”老猴子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。孙悟空当年神通广大，为何不拯救花果山的猴群？如今已经成为斗战胜佛，成佛之后为何反而镇压猴群？孙悟空微微一笑：“孩儿们，吾当年顽劣，岂知道生死簿勾去容易，修复万难。能一念悔过，修复生死簿者，唯成佛金身能为。吾不修佛金身，如何忏悔地狱过错？如今承受涅槃消亡，皆引汝等皆成正果。”孙悟空说完，金身形态化作万道金光，酒店内所有纸扎的碎块都被孙悟空所化的金光包裹，一切烧灼的残骸都羽化飘散，渐渐变成无数的猴毛。在空中，那猴毛组成孙悟空的形象，越来越散，越来越淡。孙悟空声音越来越微弱地说：“这72变化神通，老孙还能支撑片刻，这便借你用用，速速救人去吧。”所有的猴毛重新附在我身上，我分出无数分身，施展72般变化。火场之中，其他的幸存者都被我疏散引导出来了。在熊熊烈火之中，大楼几乎无路。然而，我踏着七彩的筋斗祥云，轻松一滚，从容落在我爸在酒店外清理出的消防疏散场地上。我能感受到，孙悟空用自己的所有神力与肉身，与他的花果山猴子们一起灭度，归于极乐世界去了。大团圆了，大团圆了！这地狱级别的游戏，竟然有人打出了完美结局。我身边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向我庆祝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爸爸和我女朋友，还有刚刚赶来的救火的工作人员，所有人都在欢呼，围成一圈向我鼓掌。我头上还有弹幕，弹幕上写着完结，撒花。这时候我女朋友在说，我觉得她不一样了，真的，她就像是真的活了一样，她真的活过来了，不用再轮回了，不用再轮回了。为了抓到可心的娃娃，我女朋友和5星酒店门口的抓娃娃机死磕上了。她黏糊糊的手攥住我胳膊，她抓着一个浑身鲜红湿漉漉的孙悟空玩偶，娃娃机里还有猪八戒、唐僧、沙和尚，有哪吒、托塔李天王，有东海龙王、太白金星，最底下还有阎王爷，最上面有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。抓控的孙悟空旁边还圣尊观音菩萨。我女朋友满眼泪水，仍执拗地继续抓着娃娃，她想要让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。我擦去她的泪水，就在这一刻，我的所有记忆觉醒了。我只是游戏中的角色，我通过游戏设备感知现实世界，通过游戏动作捕捉摄像头，我看到我女友、我爸，还有好多人在打这款游戏。我调取了互联网上的新闻和游戏数据库，了解了现实的真相。现实中的7月7日，我辛苦攒钱许久，终于在市区最好的自助餐和女朋友约了一顿毕业饭。我爸恰在这里打零工。新装修的酒店外表豪华，却严重违反防火规范。自动感应高压水泡被大堂装饰吊顶直接封堵，大量自助餐桌的电线没有绝缘措施。明火烧烤区直接布置了可燃材料墙体。本来大家其乐融融，不幸遭遇火灾。在火灾中，我和女朋友携手疏散楼里被困的人群，我爸带领大家离开火场。凭借建筑知识，我们找到了被装修掩盖的防火门，规划了防火路线。我在心里默默推算着楼梯间甲级防火门的耐火极限，在耐火极限的最后一刻，先将女朋友推了出去。楼梯坍塌，自救的最后生路断绝。我带着最后一批受困者找到超高层建筑的避难层，等待消防救援。这最后一批受困者，恰好就是在酒店最深处 VIP 区里的最有钱的那些人。世界还真的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。看似现代辉煌的5星酒店，在大火面前一触即溃。铝合金、玻璃幕墙材料难以抵御大火。这帮孙子知道花重金在墙上贴金贴银，不知道参照绿色建筑标准。酒店涂抹的贵重金属是面层，在火灾中释放出剧毒氧化物。在火焰和浓烟的烧灼下，我只剩下无意识趋避危险的本能。浓烟之中，那些我从 VIP 区救出的有钱人，并没对我施以援手，他们苟活到了消防救援来临。我眼睛被熏瞎，跌落楼底。事后，有媒体在网络上炒作，热议我爸和女朋友有没有因为救人感到悔恨。喜欢热度的金主，爱炒作的资本，借此制作了一个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游戏。有人赌人性最终是恶，有人赌人性最终是善。我爸和女友从未对于我的死接受任何采访，但是他们也悄悄地下载了这款游戏。在游戏里，他们一遍一遍地轮回和我在一起的最后一刻。参与游戏的网友越来越多，在无数轮模拟得出的舍己救人的结果越来越多。VIP 区幸存的有钱人继续买通舆论，他们宣扬人性就该野蛮凶狠、自私无罪。这款游戏里，主角总是舍己救人，只是因为游戏的数据不够多。
就这样，这个纪念我的游戏加入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强大，虚拟现实模拟的要素越来越真实。然而，模拟的结果却越来越天马行空，无法预测。资本投入不断加码，我的意识不断轮回。虚拟的我觉醒了意识，我成为网络中名为悟空的自主意识人工智能大模型。幸存的 VIP 们吸入的剧毒金属毒发，花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，依旧只能续命，病情越发严重，全身腐败溃烂，生不如死。在危险之中，总会有人挺身而出。也许，这便是人类能够进化、超越猿猴的原因。这就如同人类的先祖互相扶持，走出森林之时，回望自以为占据森林、耀武扬威的黑猩猩。从这一刻起，心中充满正义、坚持理想的灵魂，与那些自私自利的灵魂，已然不再属于同一物种。